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大概问程毅，谈个心上人怎么样？程毅出其不意地松开了嘴，吓到了杨紫。杨紫程毅认识10多年，私下关系一般，两人在陈翔工作室过得很好。说话间，杨紫也聊起了程毅。他们为什么不讨论女性朋友？综合考虑，他看起来很有吸引力，他已经32岁了。突然，他的反应让杨紫愣住了。程毅说，他在感情方面有些胆小，对小姐姐肯定有浓厚的兴趣，也不是特别有活力。程毅现在心里有没有人？每次程毅谈起杨紫，他都害羞极了，对待杨紫的态度也不同。你喜欢杨紫吗？你觉得两人是不是很般配？杨紫曾经说过，她喜欢无能却清纯、无厘头却又迷人的年轻人。该标准完全针对程毅。程毅还表示，他更喜欢久而久之培养爱情的人，更喜欢从老朋友变成宠儿的人。看来两人有戏了。说实话，无论程毅喜不喜欢杨紫，都是典型的。综合来看，杨紫是妖娆。30岁的她依旧是少女般的可爱，有着少女般的苗条身材，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。许多人对如何实现她感兴趣。说实话，杨紫在微博上分享了这个技巧。长期来看，杨紫成为越来越多的小可爱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杨紫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现，假设你喜欢他，就站出来，因为现在已经过了猜测的时间。这是不是在暗示不太有活力的程毅？网友大呼程毅，如果你喜欢，就勇敢一点，否则配偶会起飞。你支持吗？02央视评莲花巅峰，仅3个字，伤了众人的心。作为央视的权威网络记录，央视电视剧随时掌握最新动态。他们不仅会经常公布自己的比赛数据，还会对其进行评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将对不同阶段的事业进行特色化，并进行协调评估。由于足够的影响，仅创纪录的粉丝就超过了1000万。所以对于收藏来说，被引用是一种好处。只是当他被引用时，他是否表明该节目从广泛的角度来看是有名的？综上所述，万一极其模棱两可，权威人士也不会看到。因此，引用的越多，访问量就越高，并且一些戏剧化只会在记录中出现一次。然而，对于某些节目，中央电视台一直在关注，因为它还没有开始录制。在这样的节目中，有莲花峰这个名字，一开机就脱颖而出，被央视评为向往江湖3个字。莲花峰特别照顾人群的喜好。接近2021年底，莲花巅峰还没有正式开拍。在横幅上的名字还是第一部脍炙人口的《莲花吉祥之际》，央视便以雪中斗士为名。据说与大家见面的这些节目将是又一次彻底的穿搭剧探。根据当时报道的6场节目的录制数据，他们分享了一些实际的东西。正因如此，第一部作品围绕着年轻男女的发展展开，该剧将精彩纷呈，精神焕发。与标准的旧节目相比，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它确实需要走上好斗技术的道路。然后到了今年8月底，央视只用了3个字，加持了莲花峰的另一个含义，那就是水稻和湖泊的幻想。权威的阶梯和即是青年的斗技，而这个理念正是团队需要传递给人群的东西。事实上，仙侠剧的精髓很像梦境，格斗电影的格斗就是天涯海角。事实上，它现在似乎不再出现在现实生活中，但这并不能让你每个人都不喜欢它。我只是喜欢它的图片中一流的战斗能力，以及它的台词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含义。我就是喜欢他声线悠扬的神曲，深情正直的武功，以及为目标市场所写的童话文学。相比于江湖中不同表演的恣意妄为，莲花楼更能诠释江湖梦中的梦2字。在最后的定稿中，宫体指导了该剧的故事，以李莲华告别江湖为主线，一个不在江湖的人就能影响江湖。种种事一过岁月，江湖如生。最后，我无法判断这是真的还是梦。
这种形式的电影几乎没有虐待狂的基调，狠狠地刺穿了目标市场的心，让每个人都兴奋不已。通过央视的方式被评为江湖梦，团队同样倾向于为这个概念买单。除了强大的剧组和精彩的剧本外，出色的主演阵容也让该剧具备了先入为主的特点。超过5000万的最终定稿，诚意主演，众多熟面孔涌现。幕后花絮24日上线，播出数据5000万。3天后，它毫无困难地损坏了。到现在为止，现在不再是最好的，该剧的独特剧集的范围继续暴涨。最重要的明星诚意的动态喜欢在200万的前提下也完成了小幅增长。能够在早期学位内获得这样的正确效果，显然是因为铸造到位的事实。在仙侠剧中，演技精湛的诚意通过与思风和应援2个角色得到了证明。他很早就获得了认可，而且他非常低调，没有炒作，但是他的工业价格和网站访问量正在飙升。不同的兄弟曾舜晞是全新时代的爆款年轻大学生，主演过《新一天》等多部代表作。浓眉大眼的神态，加上古装，是一个传统而讨人喜欢的人在你身边的出现。小号一个风格。至于萧舜尧，连同他的高级脸一起收获了3万申请人。出道后，虽然他的作曲和舞蹈事业步步为营，但他的表演事业却得到了发展。他在大鲨鱼的故事中与迪丽热巴有很多对立的场景。高无血男神林浩清的隐忍和不情愿就此成定局。明明他的爱人在他面前是妥妥的，但面对他最好还是一脸狰狞。痴情男配角的提名应该是可爱又悲剧的林浩清的呼唤。除了主角机构之外，所有熟悉的演员也都出现了。琉璃中的玉儿，璀璨星辰中的何昭君，知不知道中的盛华兰，每个人都比不同的人更熟悉。有了这样坚固的固体，莲花塔现在不再担心他以后可能会有多大的名气。我只是希望我在后期能画得更难一些，我应该减少流云流水的感觉。03孟子演《陈情令》遭诟病，郭敬明骂他在综艺上改装。虞书欣不知道，他脱口而出的5句话，却能带给孟子怡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。2018年，虞书欣在社交平台发了一篇小论文，字里行间变成了为幼妹孟子怡呐喊。那个时候，孟子怡刚刚拍完《陈情令》，她被指控将现金带入该机构，并包括戏剧。因为在《陈情令》的独特画作中，通过孟子的方式表现的温温是一次性的，而剧本中的温温却经常与2位男主互动，那就是与男主的作品。目标市场的最大忌讳之一，就是在翻拍的某个时刻强行上传女主角。所以在剧照出来之后，孟子怡很快就通过少数观众的方式与舆论的执行体联系在一起。就在他一再澄清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再上传剧集之后，但言论领域却变成了一个我不在乎、我不听的国家。见幼妹被敌人借机攻击，虞书欣却忍不住为她战斗，宣布最初通过选角导演的方式被发现的就是蒙子怡，而蒙子怡不必是陈清灵一开始，因为她还接到了一部当代剧的邀请。最终还是虞书欣说5男1女的长袍好像是对的，孟子怡下定决心要演柔情。只是虞书欣没想到，虽然她为孟子选的这部剧在最后轰动一时，但孟子怡的知名度却因为各种传言而恶化。我绕道而行，绕道的补给从虞书欣那里来了，因为大家都发现替孟子说话的虞书欣，通过少数恼怒的听众的方式，也被覆盖在了问候列表中。只是我想，如果再给虞书欣一个机会，她还是可以替孟子说话的，因为这已经是她刻骨铭心的依赖了。孟子怡所做的只是一场戏，而诚意却是真心实意的。在1年级中，当时成为指导员的袁咏仪成为了支持学者排练的一出戏，而大学生孟子怡却似乎对老师的安排毫无概念，非常满意。于是就出现了袁咏仪长成了他的头就走了的一幕。刚到教室里的诚意有些害怕，但因为班长的存在，他还是决心履行作为班长的职责。而在其他同学赶来安慰老师的时候，诚意只好留下来和孟子怡说话。见孟子怡不肯让步，欲哭无泪的诚意忍不住开始 email。
然而，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孟子仪突然的笑声让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排练过的戏，因为袁咏仪觉得诚意放不下，会影响他演戏的心情。所以，老师只好想办法让他放下包袱。但这种纯粹的沉浸式训练方法真的值得推广吗？毕竟，一方是假的，另一方说的是真话。郭敬明误会孟子只需要2秒钟，孟子却需要1辈子才能抚平心理阴影。2020年，孟子仪突然接到了演员请就位的邀请。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翻过傻美人的名声，手头也没有多少存货，支撑不住一个冉冉升起的演员应该有的曝光度。所以当演艺综艺来找你的时候，孟子想都没想就签了合同。然而，他却忽略了一个有争议的参加综艺节目的女明星，很有可能成为被消费的工具。当时按照节目组的规定，每个导演需要同时带领2个剧组，并配合2组演员完成拍摄，但是导演却没能做好一碗水。知道1个化妆师还不够，他立即派了孟子仪组里的化妆师去支援，所以轮到孟子仪自己也需要化妆师，他只能盯着镜子看。不过拍摄时间很紧，孟子仪只能找自己的服装团队帮忙，但毕竟是2个不同的团队画的，即使是一的复制，也难免会有细微的差别。但导演并没有那么在意，他没有问原因。没想到他没有指派化妆师，而是直接发了暴风雨，说他私自改了妆，完全是个网红。他没有根本不给孟子任何分数，有机会解释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按照孟子当时的看法，即使他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了，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他。直到他凭借着白痴美女的形象和他的名声，才没有人愿意了解当年的真相。只是那些阴影，谁能替他抹平？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